我来说说贴纸这事儿吧。贴纸是我觉得最便宜的改装件，贴纸也是改装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咱们现在从马路上经常看到很多车错误的选择贴纸，让不该出现的贴纸出现在你自己的车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。怎么讲究的去贴贴纸呢？首先要从知道我往车上贴的贴纸这个啥开始，避免一种情况，就是我觉得这贴纸帅，然后啪贴上了。帅是帅，不讲究，对吧？来一吉利帝豪，去逛汽配城的时候，看上面挂一堆贴纸，一看，哎呦，这好看啊！这什么意思 ？AMG， 我看人家有车后面贴这个，给我也来一个，好吧？贴 AMG， 哎，这有一壁虎，哎，都贴这壁虎啊，奥迪 Quattro 壁虎，叭，再贴一壁虎。一看那边，哎呦 ，HKS， 这个我总看他们玩改装车贴这个哈，这大牌这个厉害，贴一个这个，再贴一 HKS 啊，对，最后再贴个4×4。反正一看一大串这个英文啊，就往上生贴，错误的打开方式，不要盲从，不要跟风。有一段时间五菱宏光这梗特别炒得特别热，我发现有好多的好车都往车上贴五菱宏光，兰博基尼上面贴五菱宏光，法拉利上面贴五菱宏光，反正就贴五菱宏光来彰显自己的个性。小弟有这么点愚见，这活吧要就你这么干，这叫个性；要全都这么干，我觉得还挺没意思。反正我觉得为了彰显我自己的个性，我必须得和别人不一样。表面上看起来我穿是一衬衣，其实我穿的是一裙子，对吧？你得做到和别人不一样，你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表现自己的个性。保不齐1年的，那现在就是14年7月5号，这个过期3年的啤酒呢，其实这都是我的珍藏，我靠。这味道有点不妙啊！为啥要喝过期啤酒啊？告诉你们，这过期啤酒真的是我的宝贝。这就得给你们讲讲我的过往。曾几何时，想当初，忆往昔，你溜溜哥我也是个讲究人。我当初啊，结婚前啊，结婚这事儿咱就不细说哈，结婚嘛，想通了就结呗。我内心中啊，一直觉得我自己啊，应该属于那种一生都在路上的一个旅人。我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人。但是呢，我发现我内心中对于女孩完美形象的诠释，哇，就应该是一个 on the way， 我靠，一直在路上的一个样子，对吧？到处走一走。每当一个人的时候，无聊的时候，去到不同的地方，去到不一样的地方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种感觉。哎呀，对，可带劲了。结果呢，突然之间我发现了一问题。我们所有这里没结婚的朋友，我要给你们上一课。你内心中越完美的形象，越是你内心弱点的真实写照。当你找到你内心中的完美女神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糟糕不堪。真的是这样，一瞬间你就会明白，哇，原来你只是想把你自己内心的缺憾在他身上寻求到一个弥补，似乎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完美，而这对对方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。爱情本来的样子不应该是建立在弥补任何一方的缺憾这个基础，那个绝对不可以的。那个是我毅然决然的想起来，在我身后还有我最棒的老婆呀，张雪雪，你一直在那个地方等着我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真正的爱人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我这一生简直不值一提，这些没有你在的日子里，这些经历简直就像那风中的一粒沙呀，一粒沙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呼儿嗨哟嗨，就结婚了。结婚的另外一个好处嘛，就是一些福利，就是让家里面觉得你长大成人了啊，你可以选择一台你自己相对喜欢的车。还记得当时86刚刚上市，丰田86，手动6速，前置后驱，
啊，200匹马力，7300转，了解一下。当时就盯上那车了，结果我都订车了，交了2万块钱定金，死活没有手挡的，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加价，加3万。我当时就非常的气，27万的车你非得让我花30万买，有30万我就买485翼豹了。于是我做了我人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所以这东西都是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你知道吧？永世不得超生，一切的一切，从选择错一台车开始，你的人生就步入到了这么一个灰暗的阶段了。OK， 自从拥有了我们家大宝贝儿，我的人生就变得与众不同了。一开始咱也是一讲究人，好出去玩去，对吧？时不时的晚上还出去娱乐一下，去个酒吧是吧？高档消费场所消费，对吧？给自己买点袖扣什么的，是吧？哈，买个什么领带哈，弄件好衣裳穿啊，拎一好包，对吧？咱也讲究过，对吧？自从有了翼豹，我他娘就再没买过一件1000块钱以上的衣服。造孽呀！吃饭都不超过100块钱，请客花300块钱，肉疼1星期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拥有完美的婚姻，所以呢，我家人呢给予了我一定的支持。我人生中最有钱的时候，一辈子到今天领结婚证那天，真横着走，吃早点我吃100块钱，啊，洒水啦，购买一台二手的458，当时458没那么贵，降得非常低，差不多180万左右吧。问题来了，当时我就站在这个命运的分岔路口啊，我在想，我已经拥有了一台485翼豹，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比较错的一步，我应该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，我不能走错这第2步，毕竟这第2步太关键了，对于我来说。为了避免一步错步步错，我没有选择买一台二手的法拉利458，我选择投资一家改装店，因为好男儿要以事业为重。一个翼豹就够要命了，我竟然为了这台车开了家店。回想当年还真是年轻，2年时间血本无归，没了，1分钱都没了。哎呀，我看着现在458的价格差不多是223，比我买的时候吧还能贵点些。所以说就投资了这么一家改装店嘛，对吧？这不就是过往吗？人生嘛，起起落落嘛。当时有好多的这个朋友过来找我玩，我也是特喜欢交朋友的人，好多人来找我玩哈，我就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抱着同一个爱好、同一个梦想走到一起，那今天我们就把酒言欢，对吧？我们得喝酒，我们得交朋友，没错吧？那接下来我就把我的改装店的1楼打造成了一个小酒吧，然后所有来的朋友呢，我们大家端起酒杯，我们喝啤酒。为什么这个啤酒现在是过期3年呢？因为这个啤酒是我4年前买的。从一开始啊，有钱，天天喝酒，认识新朋友，交了好多朋友，直到啊没钱了，钱越来越少，但是酒还没喝完，可是也没人陪你喝了。好在钱没了，我还有酒。我当时就这么想，喝着喝着就都过期了，3年了，这酒我还没喝完。那这就是这啤酒的来路。这些酒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，让我成长，让我走过了我最艰难的阶段。